不结婚，不想要孩子。现在流行的一个风潮是吧？女性群居的这种养老的空间，100年前就有。結婚有咩好啊？企喺樹都唔知幾好，中意食食，中意瞓，中意去街咁咪得啦。姑婆屋一般是自梳女群居的一个建筑类型。封建时期不婚的女子，一人出一点钱，建一个姑婆屋，然后一起住。我们去的姑婆屋有很多年都没有人住了，找到了10座多，都在广东。采访到了一些就是曾经在这住的自梳女很近的亲戚，可以拼凑出来姑婆的生活细节。我自己画了一个建筑图。姑婆屋都特别大嘛，基本都在300到500平米，一般是2层，天南地北的姐妹都可能来到这里。最主要的就是佛堂，他们在这里会集体的烧香拜神，社交的一个主要场所。别的地方供男性的神像，他们供观音、龙母啊，汉族里头女性的这样的一个神像。其次就是祖堂，专门用来供自梳女的长生位的，挂着遗像。传统的广东的祠堂啊、族谱啊，这是一个男性的系统。自梳女她是不被允许死在自己的娘家的，让自己有处可安息。最后他们都会被写到那个长生位的这张纸上，被裱起来供在那里。它里头是没有所谓这个阶级的，中间一行字：永远堂众姑婆仙位，然后周围全都是名字。厨房就特大，20米6、7层这么高的一个纵深的厨房，它两边全都是灶台，估计得有30、40个，可想而知以前在这住了多少人。每个人都在为这种集体生活在劳作。后期自梳女慢慢少了，一人一个屋，或者是拉了一个屏风。姑婆们都非常的爱干净，她们都弄得很整洁，自己的衣服自己洗，自己的钱自己赚，生活用品都是隔得非常开的，比传统的婚姻多了很多个人的空间。自梳仪式对标的是以前女性出嫁的这个仪式。最开始女性嫁人，我要把我的长辫盘成一个发髻，又3梳，什么2梳白发齐眉，3梳子孙满堂。自梳就很不一样了，梳什么姐妹相爱，就是它其实是强调女性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感情，形式是一样的，但是它的核心已经在变了。这个群体在姑婆屋其實是自在的。你而家好似我哋咁嗱，食飽啊瞓家下，高興啊煮下嘢啫。如果係啊，嫁咗個老公好翻嚟，佢又鬧你啊，你又瞓啊，你又唔煮飯啊，你又做。他不需要跟別人再解釋我為什麼自梳，他也不需要因此去防備誰，去取悅誰。我就啊。佛山西橋有一個叫龍花洞，住在裡頭的最後一位自梳女10年前就去世了，沒有自梳女再來這裡買位了，也沒有年輕的自梳女再來照顧她了。她就是一個人在這裡守候在他們最後的地方，她曾經很多姐妹走的這個地方，她在那兒是有身份認同的。我們看到的很多自己住的姑婆，親戚走動還蠻頻繁的，但是他們內心覺得孤單，她對這種死亡的擔憂，也不只是姑婆們有。我作為一個很年輕的一位女性，我也在思考以後是怎麼樣的。姑婆屋它提供了一種想象的實體，不需要大刀闊斧，你幾個人你就可以創造出來。它會印證很多更具體、更實在的女性生活的一種可能性。